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屬馬人注意2026丙午馬年運勢全解析，這一年決定未來3年走向。屬馬的朋友，2026年丙午馬年對你來說絕對不是普通的一年。這一年說句實在話，很多屬馬人如果現在還沒意識到它的重要性，等真正走進去的時候，可能會被現實推着跑。但如果你提前看懂這一年的底層邏輯，提前調整狀態，那2026年很可能就是你未來3年甚至更長時間裡最關鍵的一次換軌機會。為什麼說丙午馬年對屬馬人這麼重要？原因其實很簡單，也很直接。2026年是馬年，而且是天干丙火，地支午火，火是極旺，而屬馬本身地支也是午，五行屬火。這種火相逢的年份，在命理上有一個非常典型的特徵，就是能量被無限放大。放大什麼？放大你的優勢，也放大你的問題。你本來就強的地方會被推到更高，你本來就不穩的地方也會被徹底照出來。所以2026年對屬馬人來說，不是走不走運的問題，而是你配不配得上你想要的那種運的問題。這一年你會明顯感覺到節奏加快，機會變多，但同時壓力、責任、消耗也同步增加。你幾乎沒有太多躺平的空間，因為環境會逼着你动，逼着你選，逼着你站队。很多屬馬人在進入2026年後，第一感覺就是事情一下子多了。工作上，不管你願不願意，都會被捲入更複雜的局面。生活中，原本還能拖一拖、放一放的問題，也開始集中冒頭。這並不是你突然倒霉，而是你的運勢開始從積累期正式進入兌現期。從整體運勢來看，2026年屬馬人最核心的關鍵詞其實是定位。你是誰？你要幹什麼？你接下來3年準備站在哪個位置？這一年都會被逼着想清楚。以前你可能還能模模糊糊往前跑，靠衝勁，靠體力，靠運氣。但在丙午馬年，這種方式開始失效了。火太旺，如果沒有方向，只會越跑越累。很多屬馬人會在2026年遇到一個明顯的分水嶺，一部分人開始真正進入上升通道，資源、話語權、機會逐漸集中。另一部分人卻會感覺自己越來越忙，但收穫並沒有成比例增加。差別就在於你有沒有在這一年完成自我定位的升級。事業運方面，2026年對屬馬人來說，是典型的機會伴隨考核的一年。機會是真的多，尤其是主動找上門的機會，會比往年明顯增加。但問題在於，這些機會大多不是輕鬆型的，而是帶着責任、帶着壓力的。很多屬馬人會被推到一個以前沒站過的位置上，要麼管人，要麼扛事，要麼面对更大的不確定性。如果你只是把它當成負擔，那這一年會非常辛苦。但如果你意識到這是運勢在幫你抬階層，那你反而要主動去接。2026年最怕的不是累，而是你明明被給了機會，卻因為害怕承擔而錯過。一旦錯過這種層級的機會，短期內很難再來第二次。需要提醒的是，丙午馬年火氣太盛，屬馬人又本身急衝，行動快。這一年在事業上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決策過快。你會覺得機會來了，不抓就沒了，於是還沒想清楚就往前衝。但火年講究事，不講究快，看似慢一點，
反而更穩。凡是涉及長期合作、重資產、角色轉變的決定，2026年一定要多給自己一點緩衝時間。財運方面，2026年對屬馬人來說，絕對是大起大落並存的一年，錢不會少，但波動會非常明顯。正財方面，只要你在事業上站住位置，收入是有提升空間的，而且有些屬馬人會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賺錢能力在這一年被重新定價了，但同時支出也會變多，尤其是為了事業、家庭、升級自己而花的錢。偏財方面，機會不少，但風險同樣被放大。丙午火旺，最忌衝動投資，情緒下注。很多屬馬人在這一年特別容易因為感覺對了，別人都在做而跟風，一旦判斷失誤，回撤會比想象中更快。所以2026年的財運關鍵詞不是敢不敢，而是值不值。如果你能在這一年控制住貪快、貪多的心態，把錢用在能形成長期價值的地方，比如能力提升、資源積累、結構優化，那後面2-3年的財運反而會非常穩。但如果你在這一年只追求短期刺激，很可能會出現賺過錢但留不住的情況。人際和貴人運方面，2026年屬馬人會明顯感覺到圈子在變化，有些關係開始變得功利，有些人突然離你很近，也有一些老關係慢慢淡掉。這並不是人情冷暖，而是你所處的位置在變化。火年不適合拖泥帶水，真正能留下來的關係，往往是目標一致、節奏相近的。這一年，你遇到的貴人，往往不是那種天天安慰你的人，而是會給你壓力、給你任務，甚至對你要求很高的人。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不舒服，但回頭看，你會發現正是這些人，把你推到了更高的標準線上。感情和家庭方面，2026年屬馬人需要特別注意情緒管理。火旺之年，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但說出口的話，做出的決定，卻不一定能收回來。如果你在這一年總是把壓力帶回家，或者在親密關係中缺乏耐心，很容易因為小事傷感情。穩住情緒，其實就是在穩你的整體運勢。健康狀態同樣重要。2026年屬馬人容易出現過度消耗型疲勞，不是突然生病，而是長期透支。熬夜、暴躁、節奏失控都會在這一年被放大。如果身體開始給你信號，一定要停下來調整，因為身體一旦出問題，事業和判斷力都會跟着受影響。說到底，2026年丙午馬年是屬馬人真正意義上的自我對撞年，你會跟自己的野心對撞，跟現實的壓力對撞，也會跟過去的慣性對撞。這一年走得穩不穩，決定了你未來3年是順勢起飛，還是一邊跑一邊修補。如果你能在2026年穩住方向，控制節奏，升級認知，那哪怕這一年很累，你後面幾年的路都會越來越順。但如果你在這一年只顧着衝，不顧結構，那未來3年可能都會在為這一年的失誤補課。所以屬馬的朋友，真正要注意的不是運勢好不好，而是你能不能在2026年成為配得上好運的那個人。穩住這一年，你的格局真的會不一樣。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